离婚。签字吧。离婚？为什么？如果你不是安家大小姐，我怎么可能跟你结婚？难道你说爱我都是假的？阿哲，我们的孩子快出生了，他不能没有爸爸。少废话！孩子，求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吧，阿哲！看到你这张脸啊，觉得恶心。我怎么可能跟你生孩子？我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？你忘了吗？都是为了救你。闭嘴！你还真以为是你救了我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哲哥，别跟他废话了。现在股权当什么？以后安师就是我们的了。原来这么多天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哎，这怎么能叫骗呢？是你先来倒贴我的，我只是想得到安氏的财产，至于你，没有什么用啊。姐姐，听说你外公的心脏一直不是很好，你说我要是把股权被转让的事情告诉他，他会被气死。别跟外公说。好，签字吧。姐姐，想让我放过你外公可以？不用我教姐姐怎么做了吧？我们走吧。宝贝儿，以后整个安家都是我们的了。外公是这个世上唯一爱我的人，我不能让安好对外公行事。然然，没事吧？瑶瑶，你不是跟你哥哥出了车祸？你这啊？车祸？什么车祸？难道我重生了？然然，你怎么了？别吓我！你不会摔了一跤，把脑子摔坏了吧？你没事，太好了。然然，你别吓我！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没事。这是哪儿啊？你和秦哲的婚礼现场啊？这竟是我跟秦哲的婚礼。上一世，秦哲逃婚，把我的尊严按在地上摩擦。这笔账，我要跟他好好算一算。新郎这么久都没有来，不会逃婚了吧？新郎要是公然逃婚，这安家的脸可往哪儿放啊？然然，秦哲要是真不来了，可怎么办呀？他不来正合我意，正好放下。你这不是开玩笑吧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没有开玩笑，秦哲确实不会来了，但是这么大的排场浪费了可惜，不如放下。安小姐，秦先生还没有来，咱这仪式……没关系，开始吧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呢是一场特殊的结婚仪式。虽然说我们的新郎由于工作的原因没有来到现场，谁说新郎没有来？秦哲，上一世你逃婚，让我成了全北城的笑话。
这一世，我也要让你尝尝那种滋味。江景渊，秦哲的死对头，瑶瑶的哥哥，也是北城首富江家继承人。不过1年之后就车祸去世了。如果要换个新郎，这婚宴上的世家子弟，江景渊绝对是第一人选。妈，我不会同意商业联姻的。你一个新娘子，大庭广众之下壁咚一个陌生人，不合适。江先生，你想不想娶我？虽然你是我妹妹的闺蜜，但我跟你不熟啊。娶我，你不亏。娶你能带给我什么？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狼。今天你娶我，日后你想要对付秦家，我可以帮你。安家大小姐，有点意思。春娇，哥，你要结婚的新郎是我哥，你俩什么时候在一块儿的？20分钟前吧。啊？安小姐，那咱们的仪式开始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秦哲呢确实是逃婚了，但作为主办方之一，我也不好意思让各位白跑一趟，所以今天这婚我就跟江先生结了。你个不孝女，哪有婚礼现场换人结婚的？安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从小你就偏心，安好是你的女儿，难道我就不是了吗？然然，礼物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外公，这衣服我很喜欢。外公祝贺你大学毕业，第1天啊就到安氏上班了。谢谢外公，明天上班我就穿上。凭什么你是安家大小姐？想得到什么那么容易？姐姐，这个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吗？真好看。爸，你快看，姐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好不好？好看。安好，这是外公送给我第1天上班穿的。你要是喜欢其他什么的话，我再买给你就是了。那好吧，姐，你刚开始工作也没赚什么钱，就别破费给我买礼物。安然，你刚上班穿这么贵的衣服不合适，你妹妹快过生日了，你把衣服让给她吧。爸，这是外公买给姐姐的，我怕她舍不得。虽然我的衣服都旧了，但是没关系嘛。姐姐第1天工作上班，她更需要这件衣服。姐，安然，别不懂事儿，你是姐姐，你要让着妹妹。爸，我知道了，给安好就是了。谢谢姐，谢谢爸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任由你们欺负。今天的仪式不能办，跟我走。明天去跟秦哲把结婚证先领了，改天再补办婚礼。今天这婚我先定了。你有时间在这里教训我，不如问问你的好女儿安好，秦哲今天为什么逃婚？不过是昨天晚上跟小姨子玩太花了，起晚了，错过了婚礼。安好呢？我不知道呀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陈宇，上一世你对我做的那些坏事，这一世我要让你通通还回来。这安家大小姐在安家的日子不好过啊。想要我帮你，就配合一下。老婆，宾客都等这么长时间了，仪式开始吧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敢来这里抢婚？秦家不会放过你的。老婆，这是老丈人吧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江静渊。江静渊，江氏集团总裁江静渊，是我。没想到安然这么快就傍上了北城首富江家，江家可是我惹不起的。安总，仪式能开始了吗？能。不行，这婚礼要是办成了，和秦家的婚约怎么办呢？你给我闭嘴！安家还是我说了算，我说行就行。我们走。安小姐，您愿意接受这位先生？江静渊，我愿意接受江静渊成为我的丈夫。从今往后，无论疾病健康、环境变化、贫穷富贵，我都愿意协助他、支持他、爱他，直至终生。婚礼誓词倒是背得滚瓜烂熟，看来你对秦哲的感情很深啊。江先生，您愿意接受？我愿意。接下来，我可以亲吻我的新娘了吧？当然。做戏，做全套。爱你呀，一沉默，一眼泪，一整好时光。我站在那年那夜那一
回家。回家？回谁家啊？当然是回我家了。刚结完婚，你不会就不认了吧？当然不会啊。安小姐，我可提醒你一下，我们可是盖过章的。走吧。安家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待我的，现在回安家不安全，还不如跟他走，大树底下好乘凉。刚才逼我结婚的时候挺横，现在怕了。谁怕了？那你走不走？走不走？我能住哪个房间啊？我老婆当然是和我住一个房间。安小姐，我们可是刚刚举行完婚礼，是不是需要再提醒你一遍？我们已经……我知道，我们已经盖过章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强迫你。房间你随便选。你说话算话。那是厕所。那我就住这间吧。那是我的房间。楼上还有。王助理，把安小姐的行李拿到我家里来。是，老板。告诉所有媒体，通知我和安然结婚的消息。还有，把我的户口本也带过来。老板，您真要和安小姐结婚啊？叫夫人。是的，老板。夫人，铁树开花了呀，这是。安然和江建元的婚礼已经上热搜了，这和亲家的婚约可怎么办呢？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，北城守护江家，我们惹得起吗？安然嫁给江俊元，江家我会亏待我们的。可是我们已经收了秦家的聘礼呀。安然和江俊元还没有领证呢，我们见机行事，说不定还能拿到一笔聘礼。老公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你说的对，江家可比秦家有钱多了。坏了，安然，头脑发热就跟着来了江家，没有换洗的衣服呀。江静渊，江静渊，人呢？我刚刚叫你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是吗？我没听到啊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没有换洗的衣服。我已经让人把你的行李都给你送过来了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明明是你把我拉倒的，我怎么成流氓了？我不是故意的。疼不疼啊？你这看着挺瘦，还挺有劲儿的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那个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明天跟我去民政局领证。领证啊？当然了，现在全北城的人都知道我们已经举行了婚礼，自然得去领证了。是你让我去的，你现在想耍赖了吧？谁想耍赖呀？领就领。这么单纯吗？激将法还挺好使。安然，你没想到吧？哲哥为了安慰我，连和你的婚礼都没去。喂，啊，怎么了？儿子，可联系上你了，你去哪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快看看热搜，你今天没去婚礼，安然和江景渊结婚了。什么？安然和江景渊结婚的事儿，你是不是知道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安然跟姓江的小子有一腿啊？不知道？你整天待在安家，安然和那小子有事情，你会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江哥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，是江景瑶，她是安然的闺蜜，江景元的妹妹，肯定是她搞的鬼。你最好给我好好看着安然，尽快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放心，哲哥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最好像你说的那样。安然，你今天明明该成为全北城的笑话，凭什么你转身就傍上了北城首富江家？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。领证之前，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份协议签了。这毕竟咱俩也没什么感情基础，
有些事情呢，最好还是提前说好。第一，我帮你对付秦哲，你帮我夺回安氏，咱们互惠互利。秦哲这个千年老二，还用你帮我对付？第二，在外面我们假扮夫妻，但是私下我们最好还是保持一定距离。第三，如果你有喜欢的人了，一定要跟我说。你放心啊，我绝对不会缠着你的，到时候我们就离婚。哎，你以为拍电视剧呢？还签什么婚前协议？我写了半天呢。走，你这儿去。上一世，这里是我噩梦开始的地方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改变这一切。怕了？谁怕了？走就走。又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没户口本。你怎么会有我的户口本啊？老板，夫人的鞋子，还有您的户口本。不错。你这还有事儿？给夫人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把夫人的户口本也拿来了。当工资。老板，我就知道你和夫人，我陪你看一看。你练。这一世，我居然和渣男的死对头闪婚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结婚证还是我保管吧。安然，安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是起来晚了才没赶上婚礼。是下不了小姨子的床才错过了婚礼。安然，我知道你还是在乎的，对不对？我带户口本了，今天我们就去领证。啊，秦先生的意思是要给我当小三吗？安然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你爱？你是爱我安氏的股权和家产？对不起啊，齐先生，你来晚了。我跟我的老公已经领完证了。我老公听着还挺顺耳的。安然，你还真是不要脸啊！我才迟到了一会儿，你就给我戴绿帽子。是你跟安好出轨在先吧，清哲，你凭什么以为我会要一个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渣男？行啊，安然，你不会以为他是真心对你吧？整个北城的人都知道他是我的死对头，他娶你不过是为了气我罢了。清哲，普信男说的就是你吧？在我心里，你连我老公一根手指头都不如。你好啊，我说你怎么变心变得这么快啊？你是不是早就给我戴绿帽子了？老公，我们回去换身衣服吧，刚刚碰到瘟神了，晦气。好，都听你。清哲，我一定要找到你做尽坏事的证据，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安然，你要是再想他的话，我就亲你。我不想，不想。你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在想秦哲。你待会儿干嘛？回家。这不是已经回家了吗？回安家，按礼节今天应该回门的。我不想别人说你不懂事。好，我陪你去。不用啦，你公司这么忙，这样你先去上班，晚上你来安家接我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赶快跟我去秦家，给秦哲道歉。秦哲逃婚在先，凭什么要我去道歉？我收人家秦家1个亿的聘礼，你不嫁给秦哲，我拿什么还给他们？你收了1个亿的聘礼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少废话，赶紧跟我去秦家道歉。钱又不是我收的，我不去。这事由不得你，今天不去给秦家道歉，秦家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凭什么你们还不上钱，就要我替你们？我不去。今天就是绑，我得把你给绑去。放开我！我看谁敢绑我老婆。你怎么没去上班啊？怕你受委屈，没人给你撑腰。江总，你这是说哪的话？安然回自己家，怎么会受欺负呢？安总，最好说的像你那样。安然现在是我老婆，我不希望她受任何委屈。好歹我们也是安然的父母，女婿第一天上门，你竟然这样对待我们！松开吧，咱们走吧。等等，江总既然来了，我们就谈谈聘礼的事情。您可真是贪得无厌啊！收了秦家1个亿的聘礼还不上，
现在又想问江家要聘礼，你少废话，那是秦家给的投资款。安然，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竟然让我收点聘礼，这不过分吧？江总，您说呢？聘礼我自然是会给的，过几天我就叫人送来。走吧。江君啊，你不能给他们聘礼。江家娶媳妇儿总能不给聘礼，只是事发突然，我还没来得及准备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陈玉收了秦哲1个亿，现在我跟你结婚了，秦家要回礼金，我不知道我爸跟陈玉拿那笔钱干了什么，但是他们现在还不上那1个亿，才急着逼我去给秦家道歉的。我给他们2亿礼金，你别再惦记秦哲了。什么？惦记秦哲？你什么跟什么呀？我是不想让你当冤大头。听我说，可记住，以听我说，别给我省钱。我跨过千山。我跟秦哲婚礼后，安好借招标项目将我赶出了安氏，趁我不在安氏，一步步的转移了安家的财产。离招标会还有1个月，还有时间准备。安好，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这，快！哎，咖啡给你点好了。哟，这么殷切，有事求我？聪明，那你先把你跟我哥的事交代清。你哥嘛，我们是一见钟情。你跟我哥一见钟情？那我可得跟我哥说一下。我真的有事找你，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。那你先说什么事儿？我想成立一家新公司，跟安氏竞争这次招标会。也就是说，你想用我的名义成立新公司？哎，我说你是不是真在婚礼上把脑子烧坏了？你要成立新公司跟安家的公司竞争？如果安氏得到了这个项目，他们会把这个项目搞砸的，到时候安氏股票会大跌，那安氏就真的完了。金阳，你知道的，安氏是我外公的亲戚，我不能看着我外公的心血被他们这么挥霍。可是你怎么知道安氏会搞砸？因为上一世他们就做砸了。金阳，你帮不帮我？然然，我觉得你变了。不过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谢谢。不过你跟我哥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去公司了。你慢慢喝啊，我请客。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哥，安然说你和他是一见钟情，你俩到底怎么回事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少管。老板，这是按您的吩咐给安家准备的聘礼清单。行，就按这个准备吧。还有，把这个月晚上的应酬全都取消。啊？你不忙是吗？忙。老板是对夫人上头了呀，1个月的应酬全都取消。叫我回来干什么？姐姐，你怎么那么急着结婚呀？我听说那个江静渊从来没谈过恋爱，他好像不喜欢女人。如果我再听到有关于我老公的谣言，你就等着是法院传票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嫉妒哲哥爱我，但是你也不能随便跟陌生人结婚呀。被心爱的人逃婚，你心里一定很苦。对了，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爸说了，既然你已经嫁给了江静渊，就不是安家的人了。他决定让你退出安氏管理层，由我接管安氏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谁让你走？姐，不能打我吧？安然，你怎么又在欺负你妹妹？爸，姐姐知道我做了公司的总经理，她说我不配，还动手打我。你这个演技，不去竞争奥斯卡影后都可惜。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，我就正式通知你，你妹妹正式任职总经理，你作为助理协助她管理好公司。爸，你们这个后门也走得太明显了一点，你就不怕外人笑话？我是凭自己本事得到这个职位的，从小到大就凭安好那个成绩，你也敢把总经理的位置交给他呀？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安然，过分了啊！赶快给你妹妹道歉。你都不怕安好把安氏搞垮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同意您的安排，先让你得意几天。安好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帮着秦哲打安氏的主意。助理的工位在这儿，是总经理的办公室。哦，我出去。等一下，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，跟安好姐交接一下。这个项目以后就不用你负责了。这个项目我干了很久，突然换人不太好吧？助理没有资格负责这么重要的项目。你们这发展速度挺快的呀。不过啊，他是我不要的垃圾而已。你说谁是垃圾？
姐姐，你别得不到就在这发酸，还不赶紧去把项目资料和方案赶紧准备好交给我。我辛苦负责的项目方案，凭什么给你？你不给也行，那我就去和爸爸说你不配合我的工作。我看你还能在安氏待几天。不用你去，我现在就去找爸评评理。我让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哲哥，我现在呢是总经理了，股权的事肯定没问题。还是你聪明啊！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？教你的礼仪都忘了吗？爸，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我在跟进，你凭什么让我交给安好？你们是姐妹，分那么清做什么？安好是你妹妹，她做什么都是为安氏好。他为了安氏好，他是要把安氏卖给秦家。你知不知道，安好跟秦家早就厮混在了一起，秦家对安氏一直虎视眈眈。他们行了吧？你怎么这么说你妹妹？安好心思不正都看不出来，安氏迟早会在你们手里。闭嘴，给我滚！爸，你也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是少生点气。我也就不信您了，今天我就离开安氏，我辞职。江静渊说的对，做戏做全套。我离开安氏，安好你才会露出马脚的。你这毛毛躁躁的干什么？老板，夫人呢？夫人怎么了？安氏刚刚发布消息，夫人被赶出安氏了。还说我毛毛躁躁。哎，等等我呀，老板。安然，这些年你在安家到底吃了多少苦？安然，我命都长腿呀，我真捡不上了。啊，老板，疼我呀！安然，跳什么？老板，我还是和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你开车太磨叽。你去查一下夫人的手机定位，然后发给我。毛毛躁躁的，还说我呢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干嘛去了？给你打电话也不接。哦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外面这么冷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当然是等你啊！听说你挨欺负了。我欺负？你不是被安氏扫地出门了吗？你话别说这么难听嘛，我那是自己辞职的。好吧，没事就行。叫爸妈。爸妈，江景渊，你是不是翅膀硬了？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和你爸商量的？你还好意思让王助理回家偷户口本？罪加一等。我看这个江氏总裁你是不想当了吧？安然啊安然，千算万算，还是忘记了豪门媳妇不好当啊！这是恶公婆来问罪了吧？闺女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这小子强迫你嫁给他的？对，你大胆说，这小子要欺负你，我绝不饶他。没有没有，对，我们两个人是两情相悦。对对对。那你们谈了多久了？7、8年了。好家伙，7、8年，我才跟你认识几天啊？说谎都不打草稿。是有一段时间了。嘿嘿嘿。我的个乖乖，7、8年了，你才想起来把然然娶回家？闺女，是我们江家怠慢了，来的匆忙，也没做什么准备。这个你先收下，明天妈就让人把聘礼都给你送过来。啊？给你就拿着。还有这些，这个呢是江氏的股份，这些呢是不动产，还有这个是妈给你的零花钱。这么多啊！妈，你这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怎么不早告诉我们你喜欢然然？闺女啊，你受委屈了，希望你不要怪静渊没给做这些准备。妈以后一定给你补一个更盛大的婚礼。他们不嫌弃我，还对我这么好。妈，不怪他，反而
很感谢他。爸也给你准备了礼物，好多好多古董，明天就给你搬过来。谢谢爸，谢谢妈。你们先休息吧，我们先回去了，改天我们再去拜访亲家。着啥急呢？刚见过儿媳妇儿，话还没说完呢。哎呦喂，你就别在这当壁灯泡了，行，那你们说。慢走妈。景元，我很感谢你爸妈，但这些东西我不能要。为什么？你已经给了我爸2亿的聘礼，所以我不能要。我给的是我给的，这是我爸妈给的，拿着吧。我真的不能要。你再拒绝我，我就亲你。江景渊，你再对我这么好，我就要爱上你了。到底说不说？说。刚才就听到你心跳的厉害，说实话，你逼我娶你，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啊？才不是的，废话。离职手续办好了，办好了。新公司也已经装修好了，人员也招聘好了，就等你来了。哇塞，你这也太棒了吧！奖励你1大杯咖啡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。你不忙吗？当然忙，还不是担心你再受欺负。啊，是我叫我哥来的。哥，我跟安然想合伙开个公司，参加这次的项目竞标。1、2、3、4，7个零！你找我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当然是支持我老婆创业了。哎，哥，这公司有我的份儿，你怎么不说支持你亲妹妹呀？走，回家。哎，哥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妹妹啊？重色忘妹！什么？有家新公司要参加这次的竞标？听说这家公司刚刚注入了1亿的资金，是我们这次最大的竞争对手。怎么会这么突然啊？这家叫锦绣的公司，老板是江静瑶和谁？和安然。安然，又是安然！你给我等着瞧！来，让我们一起大家欢迎袁安总。非常感谢大家，咱们一起努力，争取拿下这次投标项目。开始工作吧。以后别整这些噱头。哎呀，我这不是高兴吗？什么好高兴？你去吗？秦直跟安好办的宴会，听说全北城的名流都去，你去吗？当然去。可是你不是最不喜欢这种宴会了吗？再说了，是秦哲和安好举办的，肯定是鸿门宴啊。哎，不去怎么知道安好又要搞什么幺蛾子？我看呀，这全北城的名媛数你最美了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不是最不喜欢参加这种宴会了吗？你请我，我当然得来呀，我还得感谢你请我呢，要不然我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发新公司的名片。周哥，你安然，我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找我的，对不对？听闻啊，江母对儿媳妇向来那是出了名的苛刻，在江家的日子不好过吧？上次民政局的事儿，只要你跟我道个歉，看在咱们2个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，你和江静渊离婚，我还是可以娶你的。你没事儿吧？当着我的面说我妈挑剔。再说了，她和我哥恩爱着呢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安然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秦少爷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我离婚，你娶我，你这么喜欢当接盘侠呀？我劝你呢，还是别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有功夫惦记别人，还不如看好自己后院。安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对我哲哥可是一心一意的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、挑拨离间。我懒得跟你吵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安然，你别得意啊，我不要的东西
绝不会让给别人。不对，那杯酒有问题。姐姐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容易上当。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我再付你未婚。放心吧，小姐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我姐姐呀，可是北城第一美女，好好享受。你好好享受吧。就是她吧，好正点的女人啊。记住啊，我要照片和视频。放心吧。安然，我倒要看看你明天还怎么做人。美女，我来了。你给我老实点！救命啊！原来你喜欢这姿势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姿势！救命啊！住手！安然，没事吧？小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知道该怎么办吧？放心吧，老板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很喜欢玩皮带呀，那让我陪你玩玩。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菊，你别走。好，我陪着你。睡吧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让我查到是谁干的，一定送他去登缝纫机。原来你喜欢这姿势啊！不要，别过来！安然，别怕，我在呢。小菊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没事，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在你身边的是我，漫长时光陪你度过。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。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昨天晚上是你哭着喊着不让我走的。我那是被下药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还记得是谁给你下的药吗？你干什么？收点利息。查到了吗？昨天宴会厅的监控全部走在卫星，那个强奸犯咬死都说自己是见色起。这事肯定有人指使，去查查昨天宴会的服务员。是，老板。然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肯定是秦哲和安好这两个笨蛋干的，我让我哥给你出气。算了，咱们又没有证据，我下次小心点就是了。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招标上。我听你的。你听我的，你哥也说听我的。啊？哦，没事，准备开会吧。好。哎呀，有了这个策划，安如山该头疼了。既然工作了10几个小时，赶紧回家吧。江启源，我带着夜宵回来了。我说，你是不是对我有点动心啊？我才没有呢，我还没有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。我看是你对我动心了吧？居然还想着亲哲，我对你动心，你别忘了。可是你求着我娶你的。是我求着你，行了吧？我都一天没吃东西，饿死了。你要不要一起吃一点？我可不吃，这又不卫生。人要是都像你这么想，那饭店、外卖员岂不都失业了？怎么吃一点嘛？我不吃，没兴趣。哦，对了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个呀是我跟瑶瑶做了半个月的招标方案，
我准备把产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大力宣扬中国百年老字号。不错啊，这个项目我必须拿下。哎，你尝尝，你尝尝，来，你尝尝。哎，我不吃，吃一点嘛。我不吃。安好，不知道一会儿你还笑不笑得出来？谁呀？你怎么了？没事。谢氏集团项目招标会现在正式开始。这位是公证员王虎，按照顺序，先请安氏集团陈述他们的竞标方案。各位请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标书。我们准备将产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宣扬百年老字号的传承精神。冉冉，这跟咱们的一模一样。各位，这位安氏负责人偷了我的方案，污蔑别人也要有证据。那么请问你的灵感来自于什么？修改了几版才定稿，废稿又怎样？我做好那些方案，废稿自然删掉了。确实，我做完有时候也删。安静，安小姐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安氏集团偷了你的方案？我们锦绣的方案废稿都在里面，每一版都存在这个 U 盘里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习惯抢夺我的功劳，可是为了做好这个方案，我呕心沥血，连续加班了几个月呢。是啊，听说在公司你就因为妒忌安好姐，到处散播谣言，被开除后还不放过她。没想到年纪轻轻这么恶毒。亲妹都不放过。安静，安然小姐，如果你还拿不出证据，按照规定，我们将取消你们锦绣公司的竞标资格。安好，我没有想到啊，你偷了东西也不检查一下的吗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是个废物，连里面的漏洞都看不出？你胡说，哪有什么漏洞啊？请大家把安氏 PPT 翻到第32页，仔细看第8项内容。我相信你们都看得出来，如果安氏按照这份方案进行，那么将会因为投入过大而导致破产。但凡真正看过一眼的，应该都能看出这里面的原则性问题。安好，说的对吗？不可能，安然，你刚说我偷了你的方案，现在又说这份方案会让公司破产，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你确实偷了我的方案，但偷的是个废稿。各位，安源真正的方案在这里。接下来的10分钟，请各位听听我们锦绣真正的方案，我相信一定不会让各位失望。这个才是我们锦绣真正的方案。安然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你故意设计安家失去了投标资格，你还让我背上了偷方案的骂名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安氏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，所以我做了2份方案，其中一份用了虚假的数据，放在办公桌上，等着鱼儿上钩呢。如果你不想着投机取巧的话，我也不会成功。安好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贱人！无能狂怒是没用的，你呀，还是好好想想，回去该怎么向安氏那些股东交代吧。各位就先回去吧，最终的招标结果我们将择日公布。谢谢你。哎，难道只是嘴上道歉，没有实际行动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给我做顿饭吃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从来不进厨房？如果你敢的话，也可以。需不需要我帮忙？呀，不用，你放心吧，等着我给你露一手啊！过去，过去。虽然已经很久没进过厨房了，但万一我顿悟了呢？老板，服务员找到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快，你出来吧，我来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快。你会做饭？哎呀，
你对我有多重要？打着灯笼，宇宙太好吃了，江金元，你就是个天才，是全世界最会做饭的男人，嫁给你真是太幸福了。谁说他不会做饭？迷魂汤做的很好。我全都知道。说吧，谁指使你的？是安总，安好他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在安然酒里下药。江总，你就饶了我，我因为赌博欠了一大笔的高利贷，我也是一时的鬼迷心窍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江总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，我不想坐牢。你去自首吧。我要是被抓了，我下半辈子就完了。江总，安好他让我偷拍了那天包厢里的视频，你也不想事情闹大，让安然毁了名声吧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。我只是在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。江总，既然安小姐安然无恙，你放过我，我把偷拍视频给你。安然无恙？你庆幸我老婆那天没出事吧？行了，既然你不知悔改，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。王助理，报警吧。好。既然你不肯放过我，那就一起死吧！江总，我错了，就放了我吧。挑唆犯罪不成，又持刀行凶，罪加一等。我看你下半辈子是真的完了。江总，你放了我吧，江总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这么晚去哪儿了？将军，你怎么了？这些年你在安家都是怎么过的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你妹妹是不是经常欺负你？我那都是让着她的。我妈去世之后，她才搬进安家的，我也没有跟她生活几年。你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关心起安好了？我给你听个东西。是安总，安好他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在安然酒里下药。果然是他干的。明天我就把这证据交给警察。江金渊，现在还不是收拾安好的时候。你现在还向着他，你再心软，指不定他以后干出什么坏事。我没有，安好干的坏事不止这一桩，我是想让他多登几年缝纫机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安然，你为什么算计你妹妹，替换她的方案，让她竞标失败？安好是这么跟你说的。你赶快回来，给你妹妹道歉，不然就不要说我是你爸爸。爸，我挺忙的。你今天赶紧回来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把你和你妈的东西都扔出去。好，我回。叫我回来干什么？你这个不孝女！兴师问罪之前，您先听听这段录音。是安总，安好他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在安然酒里下药。你以为你随便找一个人录一段话，爸就能相信你的诬陷啊？你把手机给我，让我再听一遍。爸，你干什么？你最好适可为止，不要再针对你妹妹。果然，我就不该对你们抱有什么幻想。你们不会以为我会蠢到不做备份吧？既然妹妹说这份录音是假的，那我就发到网上去，让网友评评。爸，不能让他走！来人，拦住他！爸，你干什么？从今天起，你在家里好好反省，不交出录音就别想出去。囚禁是犯法的。我教训我的女儿，哪里犯法了？爸，如果江静渊找来怎么办呀？不如将他送到安家老宅去。好主意。不行，老宅地处荒凉，一旦进去，再想逃出来就难了。
老板查到了，夫人手机最后的定位是安家老宅。再多叫几个人去安家老宅。是，老板。爸，你说姐姐会交出这次录音吧？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这么轻易就让人抓住把柄。我也是为了安氏能赢得这次竞标呀。放心吧，安然那个死丫头，只要动她几天，她就会服软了。吃饭了。完了，我好像发烧了，好难受。去帮我找一套保暖的被褥过来。安董事长没说让给你拿被褥啊？你可要想好了，我现在是江家少奶奶，要是闹出了人命，你觉得江家会放过你吗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个床被褥。安然，你们是谁？四川民宅是犯法的。安然，一定要撑住，我来了，给我搜。是。其实和光夜航白帆守的那片我要看见了无比清晰。老板，夫人在这儿呢。麦田尽头有一毛金黄。安然，安然，安然，快上医院！好，去联系记者，把安家所作所为全都报道出去，身败名裂。好，老板。然然，你总算醒了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在医院，还好我哥去的及时，你只是冻着了，好好休息就没事了。我本来以为我爸只是偏心，没想到他为了安好居然这么对我。放心，安然，我哥已经为你报仇了。现在安家市值大缩水，社会形象也受损了，已经有很多家公司取消了和他们的合作。这还不够，我要把安氏夺回来，让他们彻底一无所有。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的。谢谢。你哥呢？现在你跟我哥的感情挺好啊。醒来没看见我哥，心里酸了吧？你才酸呢。爸妈，闺女，你没事吧？可怜的孩子，你好点了吗？妈，我没事。没想到这个安如山竟然对自己的女儿都下得了手。孩子，你放心，以后他这样对你，你就跟爸说，爸给你撑腰。没错，往后呀，江家就是你的家，安家大不了咱不回了。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这样我会舍不得离婚的。爸妈，让安然再休息会儿吧。好好好，孩子，你好好休息，妈明天再来看你啊。谢谢妈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喜欢当电灯泡？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。大夫说了，输完液就可以回家，我陪着你。江静渊，怎么了？你别对我太好了，你这样我会舍不得跟你离婚的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我们说好了，你要是有了喜欢的人，我们就离婚。休息，听话啊。安然，我死也不会跟你离婚的。安总，网上那些传闻是不是真的？又是下药又是虐待的，安氏的股票一直在下跌，你们是想让我的投资不打股票吗？秦总，别着急，坐下来我们商量一下。网上那些传闻当然都是假的，都是安然那个死丫头江景渊设计的。我就不该让这个不孝女出生。哲哥，那件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，我那天宴会一直跟你在一起，
我怎么知道他会被别人下药啊？还有，他现在放出新闻说我爸虐待他，安氏才会陷入危机的。难道你们就这样任由安然诋毁安家吗？我倒是有个办法能够澄清这件事情，不过需要秦公子配合一下。安氏股票再这么跌下去，我投的钱全得赔进去，到时候我爸不得扒了我的皮？行啊，我一定配合。你说说什么办法？你和安好订婚，在订婚宴上，我们请安然过来，消除虐待他的这个丑闻。订婚可以啊，但是安然真的会帮忙澄清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啊？我害怕，可以跟你一起睡吗？别以为你装出弱不禁风的模样，我就会让你进来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打扰你，我可以睡地上。进来吧。睡床了吗？哦。你竟然真睡得着？我不是故意的啊！昨天晚上你做噩梦，看你可怜，我才上来的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安然，别怕安然，有我在。这完全是个意外。既然是意外，那我衣服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扣子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垂涎我的身材？你别说了，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。你，哦，你看，开个玩笑嘛，别当真。大不了我让你咬回来。扯平了。然然，我来啦！你可爱吃什么？你该不会这是要给我哥做饭吧？哎呀，我犯了点小错，惹你哥不高兴了，做个饭哄哄他。都说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就要抓住男人的胃。你该不会是要抓住我哥的心吧？才不是呢！你哥上次给我做了饭，我就还他人情嘛，不说算。你快跟我说，你哥到底爱吃什么？随便啦，反正你做的他都爱吃。真的？不过，就你做的这些，真的能吃吗？你等着。这真的能吃吗？就是卖相不行，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。你尝尝。啊，我不尝，尝，还是拿去给我哥尝尝一口嘛，你尝尝嘛。张静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给你送饭来了。哎呀，你就别生气了嘛，我这不给你赔罪来了吗？下次你要是再咬我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错了。来尝尝，我亲手做的。这能吃吗？就是卖相不好，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，我尝了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那你吃啊，我去上班了。注意安全啊！
这谢氏的人怎么还不来啊？几点了？安然，学长。哦，原来谢氏的谢总就是你啊！快坐，快坐。学长，这个呢是这次项目的合作方案，您看看。先不急，你和秦哲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，真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。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还好有江静渊在，不至于让我太难堪。其实，你婚礼那天我也在场。什么？没事儿，咱们先看合同吧。我以为我出现的时候刚好你和他。学长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我非常期待这次合作。哦，你要不要进去喝杯茶？不用了，你安心到家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不纵容他再给你伤害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你站这儿干嘛啊？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一个有老公的人啊？我就是想提醒你，你现在是个有家室的人，在外面不要和别的男人过分亲近。你干嘛突然这么大声啊？哦，难不成你吃醋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怕你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你要是没有的话，那耳朵怎么这么滑？我说没有就是没有，反正你记住了啊，你现在是个有家室的人。说没有就是没有。忽然之间，我们巧合遇见，忽然一见钟情，忽然的想念，忽然间，怎么你出现在我身边？忽然天空蔚蓝，忽然闪电，忽然视线为你模糊了焦点，忽然间，怎么我有一点微醺的晕眩，晕眩，人群之中忽然出现，所以忽然心动肆意蔓延。你要去约会啊？我要去签合同，祝我成功吧！祝你成功。哎呦，安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还想问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和哲哥呀是来看婚房的，过几天就是我们的订婚宴，姐姐你一定来参加啊！这儿的别墅，你们恐怕是连一个厕所都买不起吧？哎，我这个人别的没有，我就是有钱。秦家原本是有钱，不过快被你败光了吧？小李，刚才那套房子我要了。秦总，刚才那套房子房主要价30个亿。多少？什么？就这小破别墅值30个亿呢？安然，你别得意啊！你知道他结婚了是吧？知道。你知道他结婚了，跟他搞在一起？哎，现在男小三这么不要脸的吗？我想你们是误会了。学长，你回去吧，别送我。我家呢就在那边别墅，我老公等着回去吃饭呢。努力赚钱吧，环保卫士。环保卫士？环保卫士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们是捡垃圾的。不是，哎，江菊啊，你过2天有没有事啊？没事儿。那你陪我去参加一下秦哲跟安好的订婚宴好不好？我得考虑一下。哎，老公，你就陪我去嘛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。雇我啊，可是很贵的。多少钱？我一定付。这么会撩人，都是跟谁学的？我又不缺钱。哎，老公，陪我去嘛，小心点，求求你了。好，陪你去。付你雇佣金。感谢各位来参加我和哲哥的订婚宴。接下来呢是记者提问的时间。您是秦哲和安然的小三，对吗？传闻不是真的，我姐姐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在婚礼现场随意更换了新郎。
我和哲哥也是因此才订婚的。那你和秦哲是商业联姻吗？我们从小是一起长大的，并非没有感情基础。至少现在我们是很相爱的。安然也是这样认为的，对吗？这位记者，这个问题你应该亲自去问我姐姐才对吧？安然来了，快采访安然。安然，我一定让你在这里丑态毕露。婚礼当天，您能够立刻更换新郎人选，是早有准备吗？亲者自亲，是谁在结婚前跟别人搞在了一起？谁心里清楚。那你和江静渊先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？说到这个，我还得感谢秦少的逃婚，给了我和静渊相知相爱的机会。感谢秦少的不娶之恩。安然，你和江先生一唱一和的说这些谎言，不怕遭天谴吗？我说什么谎了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是你的父母，安家是你的家，你故意对外界损害安家的名声，你这是不孝。够了！外公，爸，你怎么从国外回来了？这个老不死的，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现在回来坏我的好事。如果不是安然告诉我真相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在背后做了这些好事儿。秦少爷，事情的始末我已经调查清楚，从今天起，安氏集团会取消与秦家的一切合作。外公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独断专行，岂不是把我秦家架在火上烤？爸，趁着记者们都在，咱们澄清一下，就说是个误会。误会什么？秦少爷，秦家还轮不到你做主吗？安氏和秦家的事儿，我自会和你的父亲说清楚。好啊，这就是你说的好主意。安如山，我把公司交给你，不是让你任意糟蹋、任人唯亲的。有些账目，慢慢的跟你算清楚。爸，您这是算什么话呀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还能有什么坏心不成吗？哼！你们不要有什么把柄抓在我手上。爸，天色不早了，不如我订个餐厅，咱们一家人吃个团聚饭。是啊，不用了，安然、景云，我们走。爸妈，现在怎么办呀？不用担心，老爷子就是秋后的蚂蚱，疯得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哎，小江啊，安然啊，从小就喜欢吃这个重庆的火锅。这丫头啊，她是无辣不欢。哎，你能吃辣的吗？能。哦，是吗？哎，太好了！哎，来，吃，来，谢谢外公。来吃。哎，小江，你跟安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们俩这个突然结婚，也不通知一下外公啊？啊，外公，其实我跟安然都已经认识7、8年了。哦，跟外公就不用编瞎话了。外公啊，其实我们是在婚礼上认识的，秦哲逃婚是我逼他娶我的。胡闹！外公，你别生气，其实不是安然逼我的。现在我们2个人很相爱。那就好啊！来，多吃，来，来点辣。喂，老板，快点去给我买点胃药，然后来安家老宅接我和夫人回去。好的，江总。哎，来吃，哎，多吃点小菜。哎，你再吃点啊。外公，我吃饱了。哦，我觉得老宅这里太冷了，要不然你待会儿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外公啊，待会儿还有点私事要办啊，就不打扰你们这个新婚的小夫妻了。那外公，哎，我们就先走了，下次再来陪你。哎，好，去吧，去吧。外公，拜拜。慢点啊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外公能回来，景渊，我好开心。
君渊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君渊，君渊，君渊，老板，老板，我这就送你去医院啊！你醒啊！王助理都跟我说了，你有胃病，根本吃不了一点辣。你为什么不说啊？我不想让外公失望。傻瓜，下次准备鸳鸯锅不就行了？安然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麻烦让一下，我老公还等着我送饭呢。哎，安然，看在咱们之前的情分上，你这次得帮帮我。无所不能的秦少爷，还需要我帮忙啊？安然，自从上次订婚仪式出事以后，我们家最大的合作商终止了合约。我查到，他们的老板叫谢思年，刚刚跟你签了合同，你看你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？那你为什么要对他出言挑衅啊？哦，该不会你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天道好轮回，上次在别墅区，你跟阿好对我冷嘲热讽，站在我旁边的就是谢思年。安然，我可以跟他道歉，你帮我说说好话。如果终止合约，我们秦家真完了。找我干什么？找你的未婚妻去。因为你，安好已经跟我退婚了。哎呀，有这么好的事情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我们两家现在这个样子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看见你们遭罪，我就开心啊，这难道不算最大的好处吗？张景渊，我来给你送饭了。不是你做的饭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可还想多活几年。你放心吧，王姨做的，王姨做的，你妈让带过来的。那你喂我。喂，大哥，你是胃病了，不是手断了。行行，等一下，我给喂你就是。我。May I spend the day, write a poem for this time? 又不是我做的，你给我竖大拇指干？ Would you believe it? Like with you, you there. 其实生病也挺好的。江景渊，医生说你今天就能出院了。住不了一点儿。哎呀，你怎么还疼啊？要不要做个全身体检啊？哎呦，我都不疼死我了都！哎呀，不疼，乖乖乖。哎呀，哥，惊天大喜讯！江金瑶，你可真是个大灯泡！你们看新闻了吗？秦哲他爸把秦哲从家里赶出去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要不然去庆祝一下？好，是。你不是胃疼吗？不疼了，走吧。啊！干杯！干杯！你的爱一步一步慢慢靠过来，有种甜甜小小的依赖，连傻笑都变得精彩。我宣了，不知道随意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，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。少喝一点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心没不对呢，吃吧啊！是爱情在释怀，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，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。我说让你少喝点，喝多了吧？你谁呀你？你怎么长得这么像我老公啊？哎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见到我老公第一面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了他的脸。原来你的爱就这么肤浅，只喜欢我的脸。我还喜欢他有钱有势。哎呀，老公，你别生气嘛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。我昨天晚上是喝了多少？你醒了？
快把这醒酒汤喝了。江菊，你嘴巴怎么了？过敏了吗？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没事儿，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我怎么了？我也过敏了。看来这酒是不能喝了。来看看，跳梁小丑又出风潮。需要帮你公关吗？不用，我手里有澄清视频，有理有据，网友们自会分辨出谁是谁非的。你还真是大心脏啊！他们说的又不是事实，我有什么好伤心的啊？感谢安好心的认同。爸妈，你们快想想办法呀！不能让安然这么得意下去。我这不是在想了吗？老爷子最近在调查前段时间客户大规模过敏那件事情。既然他想查，那我们就把责任推到安然身上，让老爷子亲手送他的外孙女去坐牢。是安然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是北城公安局的，安氏集团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，证明你在职期间因为贪污采用劣质材料，致使大量使用用户过敏。不可能，有人陷害我。上一世他们就是拿这个事情逼我交出安氏的部分。请你积极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好，配合。快联系你哥。喂，哥，圆圆被警察抓走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爸妈都快要急死了。告诉爸妈别着急，我来处理。江总，您先喝水，我们的人已经去了解情况了。喂，局长，赶紧把安小姐放了！局长，这少废话，快放了！好，我这就带安小姐出来。强总，我现在去带人，您可以在门口等安小姐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查清楚，他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，老板。老板，查清楚了，夫人是在看守所里被人打的，而且还是下了死手的。这么说，安然是被当成替死鬼的？是啊，而且夫人在牢房被霸凌，也是安家的手笔。是谁陷害的安然？我要让他们10倍奉还。还有，这件事情，你去跟外公通个气。我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了？子渊，这次我不会像以前一样再大发善心，再放过他们了。为了避免你重蹈覆辙，明天跟我签一个婚内协议。都听你的。他怎么突然要签婚内协议？瑶瑶，你哥跟我说要签一个婚内协议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可能是忍不住了。忍不住了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不想了，反正不是要跟我离婚就行了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些都要了。付款。安然，姐们儿只能帮你到这儿。每周至少同居1次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将军，你居然想睡我？我是个正常男人，而且我是你老公，我想睡自己老婆，这很正常啊。难道你不想睡我？扪心自问，有时候确实想。有时候想，那你其他时候想睡谁？你不要无理取
许那行不行啊？谁会无时无刻想这种事情啊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变态，天天……难道你不会时时刻刻都想着？你到底签不签？签就签，我又不会吃亏。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要履行合同。要怎么形容这一种感觉？看向你的瞬间 ，Is that kind of love that falls from heaven? I got nothing to hide, thoughts of you dance on my mind. 哦，是谁？没有买过东西啊。是，这是你买的吗？不是啊。那就奇怪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没什么。哦，这是公司机密，我先收起来啊，收起来。到底是谁想害？居然给我用这玩意儿！这样就没人发现了。安然，哎，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进我房间啊？还放我东西，太不讲礼貌了！根据协议的内容，你的房间就是我的房间，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。现在还没到休息的时间。你是小孩吗？这种东西只要氛围到了就行啊。对我来说不可以。那好吧，听你的，但是我要补偿。你要什么补偿啊？等我一下。哎，安然，曾军，你能不能把柜子里的那卫生巾给我呀？等等啊。给。我对你没有办法，只能投降，献上钱包。你被我气得发烧，两脚趾条差点昏倒。我努力研究解药，补习恋爱的诀窍，请你别转身走掉。你在干嘛？怕什么？我又不是禽兽，我就怕你晚上又做噩梦。我被你自信的笑深深迷住，心砰砰乱跳。我就是一板一眼，带头带脑，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。啊，这谁能睡得着啊？不过他的手有魔法呢，这么揉着，肚子还真不疼。怎么真的有点困了呢？昨天晚上不知道他揉了多久。好的，外公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外公。哦，然然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尽快的把陷害你贪污的罪魁祸首给查出来。外公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？是景渊告诉我的。这几天他动用了各种关系，打点好了一切了。江景渊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身为你的男人，这都是我应该做到的。安然，是你把公司的视频放到网上的吗？瑶瑶，叫保安。
你害得公司损失好几个亿，钢管都走光了，公司面临破产，你对得起大家的心血吗？这是你们自作自受。你，安然，比利你赢了，这事没完。爸，别着急呀，还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公司的危机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外公名下的股份。安然，你一定要幸福。外公，外公，外公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姐，我梦到外公去世了。没事儿，梦都是反的。明天我就带你去看外公，是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外公呢？外公在哪儿？你们把外公藏哪儿了？姐姐，外公昨天就去世了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不可能！我前2天看外公还好好的，不可能！安然，你外公昨天突发心梗，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……这不可能！上一世外公活得好好的，不可能！我要见外公最后一面。你个不孝女，他老人家已经入土为安了，你想把尸体挖出来吗？安然，安然，既然安然小姐已经醒了，那我现在可以公开诵读遗愿了吗？遗愿？快宣布吧！根据魏勋老先生遗愿，他名下所有的公司股份都将留给女婿安如山，不动产和珠宝首饰由2个孙女安然、安好平均分配。不对，上一世外公明明将他所有的股份都留给了我，不可能，这份遗嘱有问题。安然小姐，您是在质疑遗嘱的真实性吗？是。我们是有视频证明，本遗嘱确实由魏勋老先生在清醒的状态下由本人亲自设立。安然，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。江景渊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随你去查，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确定万无一失吧？你确定那个死丫头不会发现遗嘱的视频是假的？放心，我们用的是最先进的 AI 换脸技术，就连最尖端的监测设备都……谁？哎，原来遗嘱是假的。清哲哥哥，你既然如此的话，我可以去安好，但是岳父大人，你要帮助我重新回到秦氏集团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视频啊，我可不敢保证还会出现在哪儿。他们2个不是早就取消婚约了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确实不对劲。你那天有空吗？陪我去观礼。没问题。感谢各位朋友上能来我们的婚礼，敬大家吃好喝好。兜兜转转，你们这对渣男贱女还是凑在一起。安然，你是不是嫉妒啊？安好能嫁给我呀？我嫉妒她嫁给你这么一个毫无前途的二世祖。我现在已经重回秦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安然，风水轮流转。安好，外公留下的遗产就要拿给他挥霍，我不得不怀疑他手里攥了你们的把柄。当然没有了。秦哲，他能设计杀死外公抢夺财产，也能设计杀我。你娶了这么一个毒妇，可要小心点。姐姐，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。我和我哲哥很相爱的，反倒是你了。怎么不见那个江静渊在你身边了？难不成几天不见就成弃妇了？安小姐，你好像对我们夫妻之间感情的事情挺感兴趣。安然，你少嚣张！你信不信我让你一辈子找不到魏勋的墓在哪儿？你敢！如果你想知道你外公埋在哪儿了，就乖乖的
把谢氏集团的合作给我让出。还有，把外公赠给你的遗产全部交给我。不好意思，恐怕要让两位失望了。外公已经被我葬在一个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！江静渊，是你把魏巡的骨灰连带他的一切遗物都抢走了，你这是抢劫，是犯罪！安先生，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。我记得你在婚礼上说过，让我可以随便查你，那我只好恭敬地从命了。外公，我来看你了。外公一定不愿意看到你这么伤心的样子。自从我妈去世之后，只有外公还有邻居家的一个哥哥对我好了。现在外公走了，那个哥哥也早就没有联系了。邻居家的哥哥？他长得黑黑胖胖的，只有寒暑假才会出现。可是我长大之后询问大人，他们却说根本没有这个人。不说这些了，金渊，行者手里可能有外公被害的证据，你能不能派人跟踪他一段时间？当然可以。真的好谢谢你，没有你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传说人离开以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。安然，外公在天上一直看着你呢。外公会一直保护你的。江金渊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我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当然是从很久很久以前。婚礼那天吗？难道你对我一见钟情？那一颗心动难以忘记，跟随时间寻找着意义，我的世界始终是你。It's beautiful love， 来不及问记住，别给我省钱。许多故事藏在心底，也想探寻你的感应。Stay with you， 我的心，筑起唯一的风景，一直是你。我的心说给你听 ，Baby for you，Baby it's you， 对你说出我的心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曾经那片星空又重新绽放了，为你盛开在这一刻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应该不会骗我吧？你好，我找江静渊。你有预约吗？没有啊，他很忙吗？江总当然很忙啦，每天找他的人数不尽数。那我打个电话给他。又有女人找江总，可不是嘛？这个口气更大，还说给江总打电话呢。我看呢，他就是想趁打电话的功夫灰溜溜的逃走吧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忘了拿东西了？什么东西啊？我劝你啊，还是放弃吧。每天想钓江总的女人啊，数不尽数，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江总已经结婚了呀，他很爱他的太太，根本不可能把一个眼神给别的女人。虽然长得很漂亮，但还是放弃吧。这莫不是个傻子吧？听到喜欢的人结婚了，怎么还能笑得这么开心？啊，为什么我遇不到江总这样痴情的男人啊？你还是先照照镜子吧。总裁夫人一定很漂亮，哪是你这无名小卒可以比得上的？夫人，你久等了。江金月让你来的。江总刚开完会，在办公室等您呢。
她就是总裁夫人啊，她就是总裁夫人啊。江景渊，我来给你送饭啦。哇塞，这样，哎，嚯，你做的这卖相有进步啊，不错。不是，这个是爸做的，下面那个才是我做的。哦。啊，只要是我老婆做的，我都喜欢。这个你还是别吃了吧。不行，这都不够我吃呢。那你喂我一口。不给。这鬼！哎，哇塞，看来你是真饿了呀，一口气吃这么多。哎呀，老婆。真是谢谢我老婆给我送饭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天天给你送。哎，不用，那样的话你还怪辛苦，我会心疼的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竟然怎么了？病人是轻微的食物中毒，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都怪我，如果不是我非要给他做饭的话。安然，别这么说，是我哥的胃不好，享受不了好东西。是呀，安然，你不用愧疚，以后呀，不用给这臭小子做饭，应该是他给你做才对。对，我们家都是男人做饭，这是传统。也是我考虑不周了，你们俩平时工作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做饭呀？我让王姨过去，她在江家做了20-30年了，手艺不错，也了解静渊的口味儿。谢谢妈。王姨，你就是那个连饭都不会做，把我们家少爷派到医院去的夫人吧？哎，从今天起，你要跟我好好学做饭，做一个江家的称职的贤妻良母。王姨，你是家里的保姆，我把你的本职工作做了，你不就失业了吗？好一个尖牙利嘴！我可告诉你，我把静渊从小拉扯到大，在他心里，我就是他的第2个母亲。母亲怎么能有2个呀？静渊肯，我婆婆也不肯。好，我说不过你，也等着瞧，我看你能笑到什么时候。哎呀，中药多苦啊，这么一勺一勺的喝，还不如让他端起碗来一口气喝干呢。现在简直像凌迟。拿来。少爷，你刚喝完中药，不能吃甜的，会影响药性的。这个女人简直是故意害你。王爷，这与你无关。等一下，安然现在是我老婆，我不希望她受任何委屈，请你以后对她尊重点，否则的话，你就还是回江家老宅。好，知道。提鲜的，可以提鲜。三哥哥，我来帮你。啊，不用，你是少爷，这是我女儿薇薇呀，你不认识了？你们小的时候还经常一起玩呢，可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。我倒是要看看江景渊看不看得出来绿茶的招数。薇薇呀，刚从国外回来，她听说你食物中毒了，非常着急，连夜呀给你熬了一锅汤，我给你端去。你多喝点汤啊。三哥哥，这个汤很补身体的，就算是为了让我安心，你喝一碗吧。不用，我已经痊愈了，谢谢。不然我来喂你。王爷，以后家里还是不要随便让人进来，而且陌生人做的东西我也不会吃。安然，安然，说吧，你跟那个薇薇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，人家叫都不睡了给你熬汤呢。你要是想找一个能做饭的人当老婆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行。咱们还是趁早离婚吧。安然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没有。
那你为什么别的女人跟我献殷勤这么生气？哦，承认吧，你也喜欢上我了。抱歉，安然，妈妈和我也没想到王毅竟然会那么做。没事儿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哥哥已经将他辞退了，还发了好大一笔赔偿金呢，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。相比之下，现在的哥哥真的是好温柔，好体贴，跟单身时候的那个工作狂根本不像是一个人。他跟那个王威真的是青梅竹马吗？怎么可能？他们两个都没见过几回面，可能都没说过话呢。相比之下，你们两个才像是青梅竹马。毕竟小时候咱们三个经常一起玩。我怎么完全没有印象啊？没发烧啊？难道是失忆了？我懂了，一定是哥哥小时候真的太丑了，小孩子可能只能记住帅哥的样子吧。没听说过。安然，有一个自称是江家保姆的女人，这几天在网上散布了很多关于你的谣言，说的事情比较私密，影响很恶劣。我还不清楚这个事情。现在谢氏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赞同的声音，可能会对接下来的续约造成一定的影响。谢氏决定明年的产品供应将在锦绣和秦氏中做出选择。秦氏？对，过几天谢氏会举办一个股东大会，到时候秦哲也会参加，你好好准备。好，谢谢学长，我知道了。秦哲简直是阴沟里的老鼠，动不动就出来恶心人。我没有别的问题啊，就是想知道你一个20几岁的小姑娘，竟然坐上了公司总裁的位置，不会是用身体换来的？对于您的质疑，我表示理解。我之所以能坐在这里，不仅仅是因为我从小在安氏实习积攒的经验，还是因为我是北华大学本硕连读。吹牛的吧？安然，咱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，我都不知道你学历这么高呢。如果说你是北华毕业的，可以啊，把证据拿出来。安如山怕我抢了安好的风头，故意隐瞒我的学历，你当然不会知道。如果秦先生不信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查。好啊。还真是。各位，我想安小姐的理论已经成功向大家证明了，她并非谣言中的人，同时呢，也有继续和我们合作的人。安然，期待明年和你们公司的合作共赢。在这里。然，你是不是早就跟这小子串通好了，就搅黄我跟谢氏的合作？小心！金哲，肇事司机在笑，他是故意的。这个事情肯定不是意外，报警吧。记者，记者。安小姐，你确定看到肇事司机撞人的时候是在笑的？我确定，你们可以去审问他，一定有人雇佣他杀人。肇事司机已经不治身亡了，目前只有你一面之词可以证明这是一场谋杀。你想到了新的线索，可以通知我们。你好，请问是安然吗？我是。你的配件是查收一下。谢谢。看看吧，有人给了癌症晚期的司机50万，雇佣他杀你。我怀疑幕后真凶就是你的枕边人，小心安好。不可能，安好不可能这么对我。你手里有能要他命的证据，他当然想杀你。然，你个毒妇，你想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吗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断了几个肋骨。是不是你故意找人撞我秦哲哥哥的？是谁下的手，谁心里清楚。好自为之。谢谢你帮我调查出车祸的真相。你出车祸了？这个调查资料不是你给我的？
虽然每天跟着秦哲的人按时向我汇报，但是也没有这么快就查出前因后果啊。那是谁在帮我？还能有谁啊？难道是谢思年学长？你还跟谢思年有联系啊？他是我大客户，又是我学长，有联系在所难免吧？你看不出来谢思年他喜欢你啊？怎么可能？江金源，你怎么一天神叨叨的，跟个女人似的，疑神疑鬼的？我又不是天仙，怎么可能每个男人都喜欢我？你太低估自己的魅力了。你和江静渊吵架了？没有。我之前就想问，既然秦哲逃婚的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和江静渊打算什么时候离婚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和他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吗？是不是应该放过彼此，寻找真正喜欢的人？这与学长无关吧？我们两个自有打算。安然，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这些日子我看到你为他伤神，我想他不适合你。我不适合？难道你适合？你怎么来了？如果我不过来，岂不是错过了一场深情告白的好戏？江静渊，是我喜欢安然的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我跟安然才是合法夫妻，还轮不着你说三道四。可是安然她根本就不爱你。你还打算护着她？我没有护着她，我是不想你随意伤人。学长，对不起，谢谢你的喜欢，但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喜欢的是他，对吗？对，我爱他。安然，我不会死缠烂打的，祝你幸福。谢谢，也祝你早日找到合适的人。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该。安然，你终于承认爱我了。安然，你在哪儿？你给我出来！安然，我求求你，这次一定要帮我。有什么事儿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的。秦家因为丢了和谢氏集团的合作，现在公司资金周转有问题。安然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你想我怎么帮你？你去和谢思年说，你说是你主动放弃合同的，你推荐我，我来跟他合作。这样做我有什么好处？你想要什么都可以，只要我有。我想要你手里关于安如山和安好的那份把柄，只要你给我，我立刻跟谢思年说放弃合作。秦哲，你和安然聊些什么呀？没聊什么，是吧？你承诺过我的事，没忘，记着呢。那我们就走吧，别在安然的地方待着，容易沾染上晦气。安然，如果你睡不着，不如我们做点运动，让你累到睡着。不对劲！什么不对呀？秦哲的手里明明有安好的犯罪证据，可白天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对安好言听计从的？不如你去看看。走。秦哲跟安好在哪儿？他俩婚后就搬出去了。安然，你不会还在惦记我儿子吧？你少废话，把他们现在住址给我。好像在武道岗小区。竟然是当初我和秦哲的那套婚房。是他们要害我的，我这是正当防卫啊，正当防卫。他死了。旁边这个男人是谁？是我弟弟。秦家那个私生子。没错。真没想到啊，他们两个能搞在一起，联合起来想要谋害我。还好啊，我发现他们神色不对，没有喝那杯牛奶，我就把他们给都死了，跟我上一世的死法一模一样。难道这就是天道好轮回？你们也看见了，不能聊，一个都不能聊，你们都得死。
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安然，幸好哥哥报警及时，秦哲才没有逃掉。现在估计已经被抓起来了，好像还是判了死刑。他的罪被枪毙10000次都不够。他现在还在坚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呢，把秦氏集团违法犯罪、偷税漏税的记录全都说出来了。秦氏集团现在已经破产了，这就叫做恶有恶报。最妙的是，他根本没有录到证据。外公在天之灵，应该也能安息了吧？然然，你作为安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要赶快好起来。听说你们住院了，公司紧的大股东让我代表过来看看，顺便呢敲定一下谢氏集团和安氏集团的合作。没问题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吃苹果吗？哦，谢谢。你来干什么？然然，我是给你道歉的，是陈玉和安好骗了我，让我以为你母亲是自然死亡，以为你是不孝女。你别说了，我不会信的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把陈玉涉嫌杀害你母亲的证据都交上去了，我也跟他离婚了。恶人有恶报啊！最大的恶人就是你，是你纵容陈玉下手，也是你偏心安好，导致他走上一条歧路。我不想的。涉嫌伪造遗嘱，你为什么还没被抓起来？你是不是把全部罪责全部推到了死去的安好身上？娘，我求你原谅我一次吧，我毕竟对你有讲义之恩，我现在也一无所有了，你必须对爸爸负责任了。女儿，你把我当过女儿吗？我不仅不会管你，我还会把安氏集团赶回魏氏集团。你不能啊！我当然能。现在安氏是我说了算。安氏集团改为魏氏集团，这不合规矩。哪里不合规矩？安总虽然倒了，你身为他的女儿，你也姓安，怎么能改成魏氏呢？安然，不是伯伯们欺负你，实在是你底气不足啊。他的底气不足，加上我，够足吗？魏老爷子，他不是死了吗？阿公，你没有死啊！哎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外公的身体啊硬朗着呢。那秦哲车祸后的资料也是你？啊，自然是我送给我宝贝外孙女的一个小小的礼物。坐吧。公司这几年被安如山管理成什么样了？你们不了解吗？啊？还是你们一个个的跟着一起贪污受贿？我今天不赶尽杀绝，限你们半个月把账目该补的补上，把坑啊该填的填好，半个月后查账。至于公司改名的事儿，你们同不同意都无所谓。半个月以后，公司啊改名魏氏。干杯！庆祝外公平安归来。好。江金渊，你有没有想过外公是假死啊？当我看到秦哲那份车祸材料的时候，我猜到了，但是你不敢说。我怕期待再次落空，让然然又一次受伤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了。现在知道就已经够了。今天是我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金渊啊，通过今天这事儿啊，我也能放心的把然然交给你了。你呀，是个好男人。我有最好的外公和最好的老公。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哎，然然醉了，你快送他回去吧。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就。老公，拜拜。第一次确定你的心，不能相信，湿了眼睛，想陪你去每个天明，带你飞行。这一秒，海风微甜的味道
是你给我的讯号。昨晚感觉怎么样？哪有人起床第一句话问这个的？这是夫妻之间的友好交流。快起床吃饭吧，今天还要帮外公做很多工作呢。太吓人了，这已经笑了1天了。这是真笑啊，还是要发飙的前兆啊？我最近也没犯什么错吧？喂，静言，冉冉今天1天都没来上班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她在你那儿吗？外公，你先别着急，冉冉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。马上动用所有资源给我查，看看从他家里到上班路上都出了什么事儿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给我找到他。是，老板。老板，查到情况了。夫人上班路上是被一辆面包车追尾的，下车查看情况时被人绑走的。根据视频调查，绑走他的人就是安如山。继续查，看安如山还有什么地产，他不会把安然藏在陌生的地方。是。行了，你和你的好外公真是把我骗得团团转，居然还能想到假死。爸，是你先想要杀死外公，外公才将计就计的。拜你们所赐，我现在一无所有了。那些股东平时对我称兄道弟，如今面临查账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那你可以揭发他们的罪行，戴罪立功。立功有什么用啊？钱没有了，谁都能踩在我头上。爸，你冷静一点。这样，你把我放了，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，足够你下半辈子生活。我不要钱，我要你和魏勋陪我一起死。爸，你冷静一点，死有什么用啊？活着才有翻盘的机会。别想糊弄我。我没有糊弄你，你想想，你、我、外公，我们3个都死了。安氏这么大一块蛋糕，肯定会被那群坏股东瓜分的。这样随意杀人，只会让亲者痛，仇者快。也是啊。要不这样，我向静渊还有外公要上一大笔钱，我在你手里，他们肯定会给的。有了这笔钱，可以保证你在国外吃香的喝辣的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儿啊！好，就照你说的这么干。来，给你老公打电话，让他把1亿美金汇到我的瑞士银行账户上，不许报警，不然小心你的小命。喂，老公，爸要1亿美金。你不要担心，答应他。冉冉，不管他提什么要求，你都答应他，交给我来处理。要尽快，我跟爸都在这里等你。老板，安氏集团之前确实开发过一个楼盘项目，最后因为地处偏僻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但是那个楼盘附近发现了那辆面包车，马上报警，我们先过去。来真快！安如山，只要能确保安人的安全，你要什么我都能满足你。钱准备好了吗？1亿不是个小数目，我需要花点时间来筹钱。那就给我准备一辆车，加满油能跑的。好，半小时内肯定送。但是你先别激动，有什么我们都可以谈。爸，我不明白，我也是你的女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不是我女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入赘魏家吗？你妈大着肚子，你外公要我做接盘侠，我那么爱你妈妈，可是他连正眼都不看我。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。不行，等你好了再说。还是现在说吧，我怕。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你记忆里那个又黑又胖的邻居哥哥，其实就是我。我知道，我都想起来了。以前小的时候，瑶瑶总是很喜欢找你啊。慢慢的后来，我也喜欢上了你。其实算下来，都已经喜欢了你
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只要你真心那爱我。医生，金云怎么样了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，但是这一刀啊伤到了脊柱神经上，所以今后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你们可得有心理准备啊！什么？再也站不起来了？妈，对不起，金云都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。傻孩子，你不用愧疚。江景原来是个男子汉，保护他媳妇儿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我哥都喜欢了你那么多年，你们都知道了？当然知道了，以前他的日记本里一直有你的名字啊！你这不就暴露咱们偷偷看哥哥的日记了吗？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的心意。当突然听说你要嫁给他的时候，我简直替他开心到不行。腿坏了没关系，我们慢慢复健，总会好起来的。原来还有这么多人爱着我，江清源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安然这几天特别担心你，你倒是说句话，安慰安慰他呀。没什么好说的。清源，你疼吗？宋月很后悔救了你，自从和你结了婚，你就一直拖我后腿，现在又害我受了伤。对不起。只能陪你在身旁，触碰不到你的手，说不出安慰，我比你还彷徨。我哥一定是昏迷太久了才会那么说的。瑶瑶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跟他离婚的。是不是你听医生说你腿的事情了，所以你才要跟安然离婚？妈，如果我站不起来，岂不是耽误了他？这是你的想法，有没有想过然然的想法？我们走吧，帮他和小两口排队去。清源，你爱我吗？你爱不爱我？爱。爱我，就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以后要是永远站不起来呢？那我就推着坐轮椅的你，我们一起环游世界。医生说你的腿恢复得很快，说不定过些日子就能站起来了。安然，安然，安然，快来人啊！安然，外公，爸妈，快来看，安然醒了。闺女啊，你快当妈妈了。真的？这还能谁骗你不成啊？哎呀，我还有7个月，我就要大买曾祖父喽。医生说呀，你最近太过劳累，再加上怀孕，才会晕过去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站起来了。哥哥刚才因为太过担心你，一激动就站起来了。医生说，只要坚持复健，就能恢复到正常心奏的状态。今天呀，咱们家可是双喜临门呐！你肚子里这孩子可真是个小福星呐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爸妈，过年好！给瑶瑶一个大红包，谢谢爸，都有啊，谢谢妈，谢谢妈，都有，谢谢爸，谢谢爸。哥，过年的红包还要上交啊？咱妈都说了，男人啊就是要都比脸还干净。来，咱们喝，咱们来。哎呀，你不行，你现在怀孕，忍忍啊，忍忍。对。来，咱们喝。哎，忍吃啊！你不喝你就吃啊！妈，老公，我好像羊水破了。啊！赶紧送医院，赶紧送医院！我去开车。来啊！妈，
咱俩去买东西。病人现在开始宫缩，已经开了2指，等一会儿全开了再送去产房。大夫，还得宫缩多久？我老婆疼得厉害啊！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因人而异，宫缩的时间不一样，有人生2、3天呢。2、3天，疼死我！闺女啊，你别怕，妈在呢，你别听医生吓唬你，忍着点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女人生孩子可真不容易，老婆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感谢你默默的付出。When I close my eyes,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Everything you said, I keep in mind. I'm waiting for the morning